哎呀，长青，你现在的缝合术可真是针入化境，我愣是没找到缝合的针眼儿。哇，这缝合的太美了吧！只是爷爷，顾长青一个寒冬酷暑，就只练习一门缝合术，是不是太单一了？老百姓过日子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，你小到切菜切到手，小朋友磕到桌角，你大到车祸事故，都需要缝合术。缝合术就是一切外科手术基础中的基础。老师，我的练习全部完成了。好，不错。长青，你可以出师了。明天就是你去仁和医院实习的日子，老师看好了。5年了，1826天，我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走。你好，我是前来报道的。实习医生，这里是值班室，还不快出去！哦。哎，医生，快给我大哥看看！哎，我姨妈，快给老子缝一下！哎，弄这干嘛？我大哥血都快流干了！快点，你快点啊！哎，我姨妈，坐好。刀具切割伤，伤口边缘整齐，但深度不一。若不及时缝合，大血管破裂，可能导致喷射状。我尼玛，你老子好好缝，不然我把你做好。哎呀，我先用0.9氯化钠对落和碘帮你清创。清创完成，伤者头顶呈张力伤口，需采取分层缝合法，减少头顶压力，预防开裂。顾长青是实习医生，大哥，他是实习医生，是吧？你实习医生，你实习医生敢在老子头上动针？大哥，你的伤口，你这什么眼神？我尼玛，小子，你是不是给我缝坏了？大哥。你的伤口已经缝好了，缝好了，给我看看，完全没有出血，看看吧。我姨妈，缝这么快，这么好，还这么齐，我去，还需要进行包扎。包扎什么？你缝的这么好，医生，够医生，老子以后被砍了还找你。兄弟们，我们出去再砍一轮。走！宁教授，您身为华夏医学院院士啊，这一身医术若不传下去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要想成为顶级类医生，天赋和心性一样不能少。这些年大小医院我也去过不少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犬子可是您老看着长大的，在咱们仁和年轻一辈当中，无论是心性还是天赋，那可都是最好的。我先去处理点事情。这个护长，
才刚到医院实习的第1天，就上头给病患做手术，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这是重大医疗事故。刚刚正好是值班护士交接的空档，谁都没留意。这个不生气，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我行我素。顾医生，没想到你第1天实习就有这么精湛的医术，我当护士这么多年还是第1次见。谁让你乱来了？宋医生，顾医生刚刚是在抢救。清创缝合必须在无菌环境的手术室中进行。你作为一个实习医生，谁让你亲手缝合的？病人当时情况很危急，若不及时缝合，我不想听这些理由。你知道你这么做是在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吗？这要是出了问题，坏了人和的名声，你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吗？我的手术很成功，不会出问题。顾长青，当初跟你分手，真是我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。就你还能来仁和实习，真是让我意外。钱丽丽，你当初选择学医，也让我很意外。你站住！你以为你能跟宋医生比吗？我现在跟着宋医生，每天能去多少诊室见多少患者，这都不是你一个实习医生能够比的。好了，顾长青，仁和医院不需要你这样无组织、无纪律。顾长青，你被开除了。丁主任，宋医生，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，别开除我儿子？你一个护工来凑什么热闹？再说，你有什么面子啊？爸，老顾啊，我是看着你的面子才放你儿子来实习的。咱们仁和可是江城最大的医院，有多少人抢着来实习？3年前你可是咱们全院最顶尖的外科专家，到后来还不是出现那样的医疗事故？你看你儿子，唉。没有规矩，不能成方圆呀！宋医生，丁主任，你们可都是学医的。我儿子他读了5年的本科，4年的规培，能到仁和来实习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有，求下，我求你。大娘，你不用求他们。老顾，仁和没有追究你儿子的责任，已经很客气了。顾长青，你走吧，仁和不欢迎你。我求你们了！爸，你起来，不是这样。我求求你们了！爸，你起来。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你们别难为我妈。出去！你丁主任，宋医生，这孩子还年轻，再给他个机会，再给他个机会。哎，顾医生，顾医生。此给一封简信。什么眼神啊你们啊！顾医生人呢？老子兄弟生病了，还等他给我看病呢。顾长青只是我们医院的实习医生，我们医院还有更专业的外科医生。问题嘛，你们其他人能缝的有顾医生这么漂亮吗？啊！等等，你说这是顾长青给你缝的？废话，老子找的就是顾医生。顾医生人呢？顾长青已经被开除了。是吧？你们把顾医生开除了，这医院给你砸了。不可能，伤口缝得这么好，你确定是顾长青给你缝的？就是，这么整齐的线条，缝合完连凸点都没有，根本没有人能做到，怎么可能是顾长青缝的呢？你干什么？哎呦，还丁主任，一个主任连一个刚刚实习的顾医生都比不上，我看这仁和医院也就那样。丁主任，宋医生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叫保安把你们赶走。保安，保安呢？
把顾长青给我找回来。好。不清楚，这到底是不是他？宝贝女儿，你想去实习，我通知一声人和不就行了？何必搞什么隐藏身份呢？哎呀，爸，你大小也是个领导，如果大家都知道我是你的女儿的话，岂不是对我事事优待？我还怎么实习啊？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医生，不是花瓶。那我也可以。爸，你千万不要插手，不然我怎么历练啊？我还怎么当一个好的医生啊？妈的，快碰死我呀！姐，我太敢躲你！姐，躲你！我说过了，你要再打我姐，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，顾长青，一回来就要对我不客气，我可是你姐夫！别忘了，自从你爸出事之后，你们顾家诊所一直用我的执照，没有我，你这诊所早他妈倒闭了，还敢对我不客气？那也不能打我姐！试试。少卿，妈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一定要把这家诊所开下去。咱们从小就在这儿长大，不能毁在我手里啊！姐，你相信我，没有他，我也能让顾家诊所开下去。好啦，姐知道你长大了，等过了这4年，等你过了高级，姐也算熬出头了。听姐的话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仁和好好实习，拿到行医资格呀！姐，你被仁和开除。什么？哎呀，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大学生啊！哼，寒窗苦读那么多年，没想到实习第1天就。怎么会啊！你才刚去报道，怎么会被开除呢？姐，说来话长，我后面给你慢慢行了，肯定是跟他爸一样呗，不规矩。当初你爸就是因为偷了医院的东西。我爹没有偷东西，那个杜冷丁安步平自己找不到了。顾长青，你都被开除了，还在这狡辩什么呢？你们顾家诊所要是没有我，都开不下去。我告诉你啊。今后顾家诊所90%的利润必须归我，还有外面那个牌子给我换了，改成禽兽诊。你是个爱子！医生，张叔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开突然间不小心上刀片划了道大口子，这么多血！张叔，我先给你止血。伤口这么深，恐怕已经伤到了肌腱，情况严重的话，可能再也开不了拖拉机了。那么严重吗？秦医生，张叔的手很严重，你快过来给他看看。哎呀，老张头啊，你这个伤太严重了，这小诊所看不了，赶紧去仁和医院。不是大医院，这还要挂号，还要排队的，我的手都没知觉了，能不能先帮我紧急处理处理啊？秦少，张叔可是咱们的老街坊了，你快过来给他看看。我刚才说过了，这伤太严重了，根本看不了，要出问题你负责啊。我能处理，我能处理。长青，你能行吗？张叔，您从小看我长大，没有把握的事我不会做的。好，来，等会儿，老张头，你确定要让他帮你缝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可只是个实习生，而且刚被仁和医院开除。这要是缝不好，会落下惨疾的。
长青，要不然我们先给他做一个消毒处理，送张叔去仁和吧。姐，仁和医院离这里20里路，这一来一回路上又陡，张叔的手就来不及了。以前叫我们来看病，老顾从来都不收我们钱，长青总要拼命的练缝合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长青，请大大夫，张叔不跪气啊！来，张叔，我保证给你缝好。不是，张叔，先清创后打麻药，可以预防2次感染，但是有点疼。长青，随便来，张叔眼睛都不会眨的。姐，帮我选杯2%的利多卡因稀释到1%，另外多准备一些双氧水和洛河。老张头，这要是留下什么后遗症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开始缝合。这种伤口我都不敢缝，何况你一个实习生呢？哼，要是缝坏了，到时候下跪求饶都来不及。初步判断为手掌割伤，没有斩断，断裂段整齐，不考虑编织法，医生修复于巴诺埋入式缝合法，伤口不再见墙区，前人改为开启了周边缝合法。哎，我说，差不多行了啊，老张头，如果出什么问题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。断端8至10毫米处，横向穿入双针缝线，斜向穿出断面，开启了缝合法完成。现在加做周边连续缝合，增强抗张强度。缝合完成。缝好了，终于缝好了。什么？缝好了？不可能！一定是你这个臭小子乱缝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又缝得快，又比我缝得好，这……张叔，最近一段时间注意别用力，加上一些康复训练，再过3个月就能完全康复。好，长青长大了，出息了，以后一定是个好医生啊！谁让你们给我爷爷缝针的？这个死个地方，有那医疗条件吗？凭什么给我爷爷缝针？长青缝的挺不错的。爷爷，我在百度上查过了，这缝合呀，在外表是看不出来的。这里边要是缝坏了，整只手都会坏死的。整个手都会坏死，这么严重？老张头，你孙女说的对啊，她就是个实习生，而且被医院给开除了，她肯定是给你乱缝的。哎呀，我也是医生，不是吓唬你啊。你这个如果不再及时就医，爷爷，走，我带你去仁和那大医院去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把我爷爷的手缝坏了，就等着养我爷爷一辈子吧。孙女，哎呀，一个破实习医生，我这个诊所多年积攒下来的名声，都让你一个人给毁了。顾长青，听好了，滚！这里是长青的家，你让他去哪儿啊？你作为一个实习医生，谁让你亲手缝的？你走吧，仁和不欢迎你。姐没事，我走。
头部重伤，头皮出血，这个时候你应该立刻采用多种抽血法。宋婉薇，你的理论成绩、实验成绩都是满分，实践成绩你也一定可以的。宋婉薇，那个医生，快来帮忙！不止单纯头皮内伤，还有心脏撕裂，等救护车来就来不及了，必须立刻养护。我没带缝合工具。啊，我有，我是实习医生。你来清楚，我来缝合。是。生理原始加1%的距离疼点，已稀释，可以开始清创。无发黑渗血的错位头皮，无需切除，清创完成。颅骨未暴露，初步判断无骨折迹象，但额头属于高张力区域，需采取垂直入式缝合法。比教我们缝合的专家还要快。好了，垂直入式缝合法，每针需要2次进出针，还需要掌握精确的时间，缝合时间是单纯间断缝合的2倍。怎么会这么快？没有凸点，一个都没有。拆线以后都不会留下疤痕。顾医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单纯的垂直入式缝合法还不行，还要结合。伤者呢？伤者呢？谁让你们缝的？你去哪儿啊？哎，你看，团子，谁让你们缝合的？胡闹！这样就出了事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这是你们现场缝的，缝合的还挺好的。不是我，缝合是顾医生缝的，我只负责清创。快，把病人拉上车！北街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连环车祸，医院的缝合医生已经不够了。你们也是仁和的医生，要不要坐救护车一起回去？我已经不是仁和的医生。要。你是说我爷爷的手缝合的非常完美？没错，你爷爷这手啊，只要正常恢复，就会跟之前没两样。对了，这缝合术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你们是找了哪位首席专家？什么首席专家？你看看，我就说产检缝的没问题，你非要带我来医院，就是多花钱。他叫顾长青，只是个实习生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厉害。顾长青？你说的是哪个顾长青啊？就是我们那顾家诊所的医生顾长青。什么？这也是顾长青缝的？刘老哥，你这个也是顾医生缝的？我你妈！我脑袋，你也是顾医生缝的？瞅瞅怎么样？顾家诊所在哪儿？我现在立马去找顾长青。医生，我老婆膝盖被撞了，马上进行手术，伤口太大了，必须立马进行缝合。好，等等，
医生，我的伤口以后会不会留疤？关节活动一定会持续拉伤伤口，疤痕一定会大于5毫米，在医学界被称为最难不留疤痕的伤口。别说仁和了，就算省里的专家也难免做到不留疤痕。可是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如果留疤的话，那拍婚纱照的时候，疤痕只不过是肌肤深层组织受到损伤的必然结果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，这位家属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医生做了最专业的判断而已。都说仁和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医院，医生就这个水平吗？走，咱们去乡里，我就不信找不到不留疤的医生。就他现在这个情况，等你们到省里，肌肉早都已经坏死，就算你们送去省，也是一样的结果。这个伤口一定会留下疤痕。你个妈的，你冷静！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有医生有什么用？谁能好？顾医生，你肯定有办法。顾长青，